OK，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星舰有热分离，009是不是没有热分离？是这样，星舰在首飞的时候，它的设计方案实际上和009的方案是一样的。它本来是想直接把009成熟的这个冷分离的技术，直接移植到星舰上来。但是移植过来之后，发现不太好办，因为是什么呢？星舰的这个注箱的体积更大，所以的话，如果要是星舰像009一样，我们看009的时序啊，它发射以后2分多钟2分18秒左右吧，它要进行分离之前，它首先是它的一级火箭的9台发动机全都关机了。全都关机的时候，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本来火箭在向上飞的时候，由于火箭有一个加速度，所以这个加速度就使得推进剂注箱里面的这些推进剂可以一直停留在注箱的底部。但是如果我现在发动机关机了之后，那么这些注箱里的推进剂就有可能就飘到了空中，就没有了这个加速度的存在，那么它就有可能要飘到空中。而此时一级的这个注箱的大部分推进剂就给消耗光了，所以就相当于我们拿一矿泉水瓶，它就只剩瓶底儿还有一点推进剂了，只剩那注箱底部的。它一旦在这个火箭上面进行晃动的时候，有可能火箭发动机的燃料供给系统就提取不到这些推进剂，那就有可能造成发动机再次点火失败。当然009号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在星舰上应用009号的这些方式来解决，可能就不是特别理想。事实上，我们一般来讲比较常见的一种方法是在火箭上加一个小发动机，当我的所有的主发动机都关机之后，那么我的这个小发动机开2个小发动机，让它还是维持一个非常小的加速度，还能够让推进剂停留在底部。但是在009号的这次，它等于它舰体比较小，它可能这种小发动机都不用，它可能只用排一些气就能够产生这个加速度，维持住使它的推进剂停留在底部。而对于星舰来讲，它2个问题，第一个是你的发动机的这种排气的这个推力可能不够，这个加速度微小的加速度也不够。第二个是星舰的注箱体积实在是太庞大了。要比这009号大的太多太多了，大概是它的3倍到4倍这么大。所以的话呢，它就更难提取到推进剂。所以星舰最后采取的热分离的方法，它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半热分离，因为它是总共星舰的超重是33台发动机，它并不是说这33台发动机都工作，它只是把33台发动机里面的30台给关掉了，还保留3台，也是为了使它还有这样的一个推力。维持这样一个加速度，来使它的推进剂不至于在注箱里乱跑，主要是这样的一个目的。这个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不管是冷分离还是热分离，实际上都是很常用的技术，就是关键是你的其他的控制系统啊什么这些都要匹配上就可以了。发射前的这个排气实际上是一般是在射前3分钟左右，因为我们知道推进剂是低温推进剂，它加进火箭的注箱之后，那火箭的注箱保温性能实际上不是很好，所以它会不断的有推进剂蒸发，然后被放出来，就不断的会有损失。所以为了保证它这个推进剂在起飞的时候尽量足够，我们一般是持续的对它进行加注，只不过开始的时候是把这个注箱加满，后面的加注的量会减少，来维持和挥发的这个量、蒸发的量平衡，大概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然后等到临射前3分钟、2分钟左右的时候，为了怕这个起飞的时候火焰，然后引爆这些推进剂，所以呢会在大概3分钟、2分钟的时候停止再向火箭的注箱加注推进剂，但是这时候管路里还有推进剂，所以要做一个管路内的推进剂吹除的这个动作。那你能看到的那些排气，实际上是就起飞前的那个排气，是在对管路内的推进剂进行吹除。现在降落没有黑障，是因为星链的关系吗？咱们现在这次看到的降落，就是一级的这次的这个回落的话，星链肯定和这个通信有关系，但是一级回来的时候，它应该不存在黑障的问题。为什么009号这个一级，包括星舰的超重啊，
回来的时候也是从大气层外，因为它已经飞到120公里左右的高度嘛，回来为什么不会有这个黑障呢？主要是因为它速度太低了。黑障呢，主要的形成是因为高速和空气摩擦形成的高温，然后产生了等离子体形成的黑障。所以，如果你的速度不够高，没有到温度足够，没有形成这个等离子体保护层的话，那你就不会形成黑障。所以，它这次的这个降落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些数据是通过星链，但是还有很多数据应该是通过遥测啊。上次星舰2级降落的时候没有黑障，有什么特别技术吗？上次星舰2级就是星舰飞船落回到地面的时候，第一不叫没有黑障，黑障有，但是呢，我们以前说这个黑障的时候，我们没法和它通信，而星舰的这个飞船在返回地面的时候，尽管碰上了黑障，然后我们还能够和它通信，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用了星链卫星。因为星舰飞船它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大，它长50米，直径9米，就这么大。而你的黑障只是在它的迎风面这一块，就你的等离子层就是在迎风这一面，背风这一面是没有的。所以的话，星舰飞船它在背风面装了4个Starlink 的天线，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飞船，网上搜这个 Starship 28，你能看到在它没有涂黑色的这一面，黑色是防热瓦，没有就不锈钢颜色的那一面，在飞船接近顶部那位置，它有4个小黑块，那4个小黑块呢，就是4台星链卫星天线。那上次星舰4飞的时候，我们能看到那些持续的信号，实际上是因为它是在迎风面的背面嘛，它指向的是上方天空，可以和天空上的这个太空中的星链卫星进行数据连接，把数据先从星舰飞船向上发到卫星上，然后再从卫星上返回到地面。我们以前为什么不能够做到这点？是因为我们以前的卫星数量太少，你整个经过黑障的这个时间很长，有可能中间有一个时候正好有一颗卫星经过，航天器返回的这个航天器上面的设备和这颗卫星连上了，然后把数据传回来一部分，但是很快卫星就飞走了，所以你的信号不能持续。而 SpaceX 这个星链卫星它数量非常庞大，这颗卫星飞走了，下一颗卫星又来了，所以它就能把这个信号持续的传回来。这就是星舰4飞在2级星舰飞船返回的时候，即使有黑障的存在，我们也能够通过星链，然后通过这个卫星信号，持续的看到2级返回过程的这个原因。太空中不是极低温度，太空中的话，一般来讲，像在400多公里的高度，如果你没有被太阳照射到的话，你那个温度大概是在零下100多度。如果你是被太阳照射到的话，你的温度有可能达到100多度甚至更高。只不过大家要知道，就是说在太空中温度即使很低，但是你有可能感觉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热量的传导实际上是通过3种方式，第一个叫热辐射，第二是叫热传导，第三个叫热对流。我们在大气层内主要的感受这个气温，这些是靠热对流来形成的。而在太空中很少的大气分子，所以热对流是很弱的，你又没和别的物体接触，也不存在热传导，热量的接受或者是发散的方式只有热辐射一种。所以你要么被太阳晒到的时候，你就会很热，要么的话呢，你可能就会很冷。